各位朋友，有粉丝问我说：“浩哥，现在这个罗翔据说又一次的退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伙儿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啊，原来是当代鲁迅美国社会问题专家劳 A 的横空出世，这个美国斩杀线这个理论的后劲儿太大了。这个罗翔呢，这算是让劳 A 一句话就给干退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朋友们，有网友惊讶地发现，罗翔的微博动态已经全部都清空了，而且罗翔的抖音视频呢也都基本上都没了，就剩下那么几个了。而罗翔的 B 站，有人说下一步估计 B 站也得没，那到底怎么回事呢？罗翔难道是被这个中国的网信办给封号了吗？这个事儿呢，咱们得从头说啊。罗翔呢，他的这个走红啊，就是因为他来解读一些法律的案例。1216.7万粉丝，3907.5万点赞，这是罗翔在短短10个月内获得的成绩。自2020年3月在 B 站发布首条视频以来，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成为 B 站有史以来涨粉最快的 UP 主，也是老番茄之后第2位粉丝破1000万的 UP 主。这些斐然的成绩让罗翔成为了2020年风光无两的现象级网红，但他或许是全网最不在意网红这个身份的人。罗翔1977年出生于湖南耒阳，他已经走过的前半生中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狂妄，一个是谦卑。33岁前的罗翔年轻气盛，18岁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5岁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学位，28岁获得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仅3年，就获得了校内公认含金量最高的奖项，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师大老师。作为明星教授，他的课一座难求，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常常人满为患，连过道都坐满了旁听生。作为被命运庇佑的天之骄子，狂妄是罗翔彼时的人生状态。谁我都瞧不起嘛，懒得搭理人，而且自认为自己也看了一些书，所以呢，有的时候能够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我也很开心。2019年，他在后大法考讲课的视频被网友疯狂转发，火爆出圈。课堂上，他以法外狂徒张三罪恶的一生为案例，吸引人们走进刑法，同时帮助人们在心中埋下思考的种子。一只狼狗咬你，你把狗咬死了，这个叫不正当防卫吗？不叫。我快饿死了，看到一只熊猫能不能吃？当然可以吃，烧着吃烤着吃都可以。张三欠你是2万块钱，然后张三就在白斩鸡上涂满了毒鼠强，扔到他家米缸，结果当天晚上他一家3口吃饭被毒死。大家觉得定什么罪？然而爆红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争议。2020年9月8号，罗翔在微博分享的一则读书心得被网友曲解，谩骂嘲讽铺天盖地，不堪入目。最后他宣布暂停更新微博。之后的罗翔继续以他的方式坚持普法事业，并且蝉联 B 站2020-2021百大 UP 主。2023年的 B 站粉丝量已达2600万。他信奉公平和正义。我们所有的法律人为什么要追求公平正义？因为正义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断地挑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就叫做正义。我暂时退出微博了，因为老挨骂呀。所以说人呢，还是应该多看书，少上网。我时常告诫自己，罗翔，你唯一能沉迷的网就是法网。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说明虚荣是有代价的。有句话就是写给我的，荣誉是有限的，只有德行才是永恒的。这句话要时刻放在心里。你是一名全网坐拥3000多万粉丝的博主，成名之后的你受到来自各界的追捧，无数人把你奉为人生导师，你被推到神坛之上，可你却在一夜之间退网。你叫罗翔，是名教育工作者，在普通人眼里，你就是一个人生赢家。北大毕业，法学系教授，人生导师，法外狂徒，提起这些人们总能联想到你。那些沁人心脾的话语感动了无数网友，
甚至你自己也深受感动。晦涩难懂的法律学习，在你的课堂上却妙趣横生。众多考生因为你选择法考，你被冠以伟大的称号，但是只有你知道，你并没有那么伟大，甚至有点懦弱。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向往勇敢。小时候的你因为不会说北京话而被同学孤立，长大后你因害怕影响自己的事业而不敢给诉讼缠身的老太太带路。少年便得志的你，在26岁就成为了学生们的讲师，因为读书多就很狂妄，遇到要和你辩论的学生，你总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势必要把对方说的没话说。你甚至获得最受本科生欢迎的10大老师，你愈发飘飘然了。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一种冲突，你发现你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说了那么多正确的话，但是在现实中你根本就做不到。这个问题反复拉扯着你，你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虚伪，回应你的只有多年前的自己。而你也遭遇物质问题，因为家人患病需要高昂的医疗费，你不得不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在校外讲课。在此期间，你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即使读了很多的书，你也不得不承认你的有限，理想和现实也是有限的。而你不得不接受，即便后来你火了，但是对物质始终没有过高的要求。你自称是命运把你放在本不该属于你的位置，赞誉与诋毁便是命运对你的考验。以前的你认为律师帮穷人伸张正义是件很帅的事情，而法律也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工具。但是在长达10年的讲课生涯中，你对法律有了更深的理解。你开始反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讲课？给你答案的是写着法治天下的一块石碑。于是你决定要做些什么。2020年的你正是在 B 站发布普法视频，仅仅2天粉丝超过100万，半年粉丝量突破1000万。你以最朴素简单的方式席卷全网，各种金句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我强奸我自己算犯法吗？狗咬我，我把狗咬死算正当防卫吗？二奶是男的，算不算重婚罪？熊猫咬我，我把熊猫打死算紧急避险吗？也就是这样另类的讲解方式，仿佛是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学生们都喜欢上你的课，而你的初心也只是教书育人，为法律建设出一份薄利。而你始终坚守着这份初心，你拒绝了那些几辈子都挣不到的财富。我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青春璀璨的我们能够找到意义。可令你始料未及的事情还是出现了，甚至一度把你逼到退网。2020年9月8日，你的一篇读书书斋被网友骂上热搜，一句不要成为荣誉的奴隶，却恰好遇到了钟南山院士颁奖，同时这天也是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事情就是这样巧合，但也让一些人找到攻击你的理由。不懂你的人怒骂你只是一个会蹭热度的小丑，变着花样的嘲讽你；了解你的人大声为你加油鼓气，而你也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关闭清空了微博所有的动态，并宣布暂停更新。因为你知道，收到来自大众的关注是恩赐，也是劫难。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肯定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当然你可能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差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其实谁对你的评价是最重要的，只有你最在乎的人。你用泰然自若的态度回应这次的网暴，因为你知道真正能影响到你的人，只有你身边爱你的人。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这也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原因。你在自己出版的书籍《法治的细节》中说道，与其说是我打动了大家，倒不如说是大家被自己内心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所打动。如今已经45岁的你，陆陆续续出版了9本书籍，回望自己的前半生，你感叹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你笑称自己就是一朵不知何时会凋谢的昙花，但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因为你的影响力让很多人知道，那些对社会像是医生的法律工作者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有人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你的很多言论都是虚无缥缈的。时至今日，网上关于你的争论从未断过，而我相信你还是当初的那个罗翔，是一个也会犯错的普通人。因为人要接受事与愿违啊。我们太有限了，我们只能做我们觉得是对的事情，然后接受他的事与愿违。我们从这些资料可以得知，罗翔呢并不是第一次退出微博了，他已经退过微博了。那么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实话实说啊，罗翔呢，他的成长呢带着时代的烙印吧，他上学的时候，甚至是他讲课的时候，或者说是他接触的这个中国法律的体系，那个时候呢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年代，而中国的法律呢，也是很大一部分是效仿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套用的，而且呢一大部分吧，从这个西方留学回去的人制定了中国的那些法律。所以呢，罗翔
就不可避免的呢，在这套西方模板的法律的这个框架里边呢，沾上了一些白左的习气。他有的时候很白左，大伙看出来了吗？你要说罗翔是个完完全全的恨国公知呢，那也未必。罗翔跟那些打心眼里就恨国的阴阳怪气的公知还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呢你也得客观的承认。但是呢就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成长到那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年代呢，就带上了一点公知的那种骚味儿。所以呢，那这一次为什么罗翔棺材板又定不住了呢？那是因为劳 A 啊，这个当代美国思想家的一句话，劳 A 说了这么一段。看过武二郎杀潘金莲和西门庆吧？啊，请问武二郎就是武二最后是判了什么罪呢？流放啊！有人说为什么愿意判他一个流放呢？是吧？潘金莲只杀了他哥，但是武松杀了他全家，那武松不该死吗？按照西方价值观、阶级道德啊，人命就是人命，对吧？啊，一命抵一命，大家都是一样值钱的。不是的，这套西方国际价值观在我眼里简直就是狗屁。忠臣孝子能和奸夫淫妇一命抵一命吗？兄弟们，你们告诉我，我们现在就不讲法律，我现在就要讲道德。你告诉我，奸夫淫妇的命和忠臣孝子的命一样值钱吗？对吧？这是你永远在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下面你去聊，那就是大家人人平等啊，你的命是命啊，奸夫淫妇的命是命，是吧？忠臣孝子的命也是命。我说放屁，你少跟我说什么人人平等，所谓西方普世价值观这一套，忠臣孝子就是比奸夫淫妇的命值钱。哪怕在封建社会，武松这样的没有门路的普通人，也是有人愿意保的，是吧？你少跟我来一套什么谁什么什么的命也是命。我告诉你，这种东西永远会滑坡。我告诉你，只讲法律，冰冷的分析法律条文，走西方那套人人平等的所谓原子人，最后一定滑坡到这儿。这就是西方为什么最后是废死的，就是他总给你在这盘逻辑啊，总给你在这盘理性，总给你在这盘分析啊。哎呀，你杀了他也于事无补，不是的。我们中国人是相信先祖和灵魂的，杀了这个人就能告诫先祖，就能告诫灵魂，就能告诫冤死之人。你说武松算刑警队长，那你告诉我，刑警队长现在杀了奸夫淫妇一家，是不是要罪加一等，知法犯法？就是不讲道德，就是不讲我们的道德，只讲西方那一套傻逼逻辑。你在他的框架里面跳不出来。你告诉我，凭什么女人奸夫淫妇一起做扣算计正常男人，还要分他一半的家产？凭什么？就是有人总讲法律，我告诉你，最讲法律的人一定是畜生，他不讲道德。我很讨厌罗翔这个人。但是我想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特别了解法，特别懂法，他又不是律师，那么你离这个人远点，他大概率是个人渣。为什么？因为法律是底线，要求是最低的。就是我跟大家讲一讲，现如今中国是完全依靠在道德上面才能发展的。如果今天我们中国只讲法律，那中国的孩子18岁，劳 A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当然了啊，这个我不一定完全同意劳 A 的这个观点啊。这里边呢，这个法律呢无外乎天理人情，对吧？啊，即便这个武松杀嫂这个案子放在西方的法律框架里边啊，也不一定会把武松啊直接就给那个判了极刑。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嘛，啊，人性呢东西方是一样的，对吧？为什么当时的官府没有判武松极刑呢？那就是因为潘金莲有错在先啊，潘金莲和西门庆啊，对吧？那联合谋害了武松的大哥呀。罗翔说武松是防卫过当，这个在东西方的法律体系里都是这样定义的呀。所以在那个官府也没有判武松极刑嘛，只不过是流放嘛，是因为他占理呀，对吧？是吧？所以罗翔在这方面并没有说错。劳 A 呢也不是批判这一点，而劳 A 就说了一句情绪化的话，就是我很讨厌罗翔这个人。结果呢，劳 A 的劲儿大呀。劳 A 这个二哥打了罗翔这只老虎，劳 A 出手，罗翔毫无征兆一夜塌方，没交锋没辩论，直接就站不住了。这事看着太意外。有人说《水浒传》写得太真实，放到现在也能对上号。自古以来就有说法，江浙财团容易出内奸。
从宋朝到明朝，再到以前4大家族，全是为了利益行事，毫无底线。老先人早就定了士农工商的排序，把商人放最末位，不是没道理，是早就把商人重利轻义的嘴脸看透彻了。罗翔是专业法律人士，这点没人否认，可他的很多理论基础都建立在西方法律框架上，平时不深究，看着没毛病，真要深挖死磕，他就明显吃亏。有网友说，要知道法律本就是做人做事的底线，不是用来攻击别人的武器。老 A 的观点很直接，拿山上彻也的事就能说清。山上彻也枪杀安倍，最后却没判死刑。按这个逻辑来看，难道山上彻也的命反倒比安倍的更金贵？很多事看着复杂，说到底还是立场和根基的问题。根基站不稳，立场有偏差，不管多专业，遇到硬茬，终究还是撑不住。主要是老 A 呢，凭借美国斩杀线的极高的这种声望，老 A 一句话就开团了，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网友纷纷跑到罗翔的账号底下去团建，刷了几万条，这个要求罗翔出来说话。说什么话呢？罗翔，你怎么没出来说说美国的斩杀线啊？罗翔，你怎么没出来说说美国的罗利岛啊？你这个所谓的法律专家怎么牵扯到美国的问题上，你都沉默了呢？你这美国是不是你的精神家园啊？是不是你的法律的导师啊？有人又挖出来了，说这个罗翔啊跟这个爱泼斯坦还有点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罗翔啊推崇的法律上的大家德肖维茨出现在了爱泼斯坦的罗利岛。罗翔多次公开推崇的爱泼维茨这么德肖维茨，把他视为专业上的重要参考对象。德肖维茨是爱泼斯坦前辩护律师，名字出现在爱泼斯坦的相关文件和罗利岛相关记录了。说罗翔，你的精神老师都上了罗利岛了，你为什么不出来说两句呢？爱泼斯坦案件没见你出来放一个屁啊！结果罗翔是遭受到了铺天盖地的网暴。不是说罗翔犯了什么禁了，说这个中国的网信办把他给那个清了，而是他自己第二次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账号给清了，也是他受不了了，这个劲儿太大。罗翔现在也不敢出来说这个斩杀线啊，美国的什么罗利岛啊，那出来以后，那他自己也明白，现在的这些网友不得把他活吃了啊，他是为了躲了，明白吗？罗翔是躲了，而不是被封了。这就是这个事件的真相。老 A 的劲儿太大，后劲儿太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